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今天继续讲天斗帝国与武魂帝国之战。在唐三重伤比比东，导致比比东昏迷，和唐家军大挫武魂帝国士气之后，天斗帝国一直试探着想要攻城，但嘉陵关地势险要，再加上武魂帝国诸多强者和魂师辅助防御，所以天斗帝国的试探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，反而损失不小。武魂帝国一直缩在嘉陵关中不出来，这样一直耗下去当然不行。这时候唐三给出了2个建议，第一个建议有一定的风险性，就是让奥斯卡大量制作飞行蘑菇肠。奥斯卡现在的实力，制作出来的飞行肠在10天内有效，服用后可以拥有10分钟的飞行能力，速度与千年凤尾鸡冠蛇相等。唐三的打算就是将飞行蘑菇肠用在唐家军身上，在大军正面进攻时，唐家军升空发射弩箭一定会有奇效。不过这个方法会损失发射进城内的弩箭，唐家军也会变成武魂帝国魂师的活靶子。第二个方法就是在天斗帝国的高手保护下，唐三一个人凭借海神三叉戟去破坏城墙。这样做不光可以破坏城墙，还可以让缩着不出战的魂师军团主动出击。而唐三的打算则是2个方法一起使用。7天后，天斗帝国再次攻城，比比东在与唐三一战后受伤昏迷了7天才醒过来。之后他将武魂帝国的指挥权交给了胡列娜。胡列娜很清楚，天斗帝国这次的行动是要趁着比比东伤势未好发起总攻。他非常果断地下令斩断4座吊桥，并且让所有人做好战斗的准备。天斗帝国的士兵排列完毕，唐三高举起手中的海神三叉戟，顿时金光冲天而起。唐三带着三叉戟朝着嘉陵关方向冲去，天斗帝国的一众强者在后面紧紧地跟随着他。武魂帝国这边还有战斗力的5名封号斗罗，因为惧怕唐三都不想出战，而胡列娜毕竟不是比比东，并不能完全指挥动他们，最后只能在嘉陵关城头上静观其变。在距离嘉陵关还有1里左右，唐三停了下来，他释放出自己的蓝银皇武魂，在宁荣荣的辅助之下，以左脚为中心旋转1周，将右手紧握的海神三叉戟投向嘉陵关大门。嘉陵关的城门在这一击之下完全破碎。随后唐三使用控鹤擒龙，将三叉戟拔出，再次朝着嘉陵关而去。胡列娜意识到唐三想要做什么，他命令身旁的5名封号斗罗带领高级魂师出击，可惜他们并不听从胡列娜的命令，只肯待在城内守着。嘉陵关4座城门在海神三叉戟的攻击下全都化为了碎片。虽然嘉陵关城门的吊墙已经被斩断了，但这对唐三来说简直就是小意思。在唐三的示意下，剑斗罗用自己的7杀剑朝着护城河中斩出13剑，每一剑都在护城河两端各自留下了一道宽达10米的沟。剑斗罗斩完之后，唐三就将海神三叉戟抛入护城河中，海神三叉戟在唐三的推动下绽放出强烈的光彩，护城河中变成金色的河水瞬间腾空而起，直扑嘉陵关城头。唐三这一招使用的正是海神三叉戟的控水能力，以及海神之心的附带技能瀚海狂涛。这一招让嘉陵关内的普通士兵损失惨重，而那些高等级魂师都被唐三吓得只顾着自己，就算是胡列娜命令他们出击也都缩着不动。而另一边，天斗帝国最前面的步兵背后都背着木板，他们将一块块木板扔进护城河内，顺着剑斗罗斩下的缺口冲入护城河，再从另一边的缺口爬到对面，向嘉陵关发起冲击。武魂帝国这边，封号斗罗们都不听从胡列娜的命令，就在他们僵持的时候，重伤的比比东出现，命令他们前去迎敌。但他们还来不及应战的时候，天斗帝国的强者就飞上了城头。剑斗罗和古斗罗在宁风致的辅助下，一人对抗2名封号斗罗。独孤博也找上了他的老冤家刺豚斗罗。其他强者在宁荣荣的辅助下，对上了武魂殿大量70-80级的魂师。而唐三则带着大师与比比东和胡列娜对峙着。胡列娜挡在重伤的比比东前面，他告诉唐三，想要杀比比东就先踏过他的尸体。虽然胡列娜喜欢唐三，不过唐三对胡列娜并没有感情，但好歹合作过，所以唐三并没有杀胡列娜，只是利用控鹤擒龙将胡列娜甩了出去。在甩开胡列娜的同时，唐三右手的海神三叉戟直奔比比东而去。比比东虽然身受重伤，但他毕竟是巅峰级别的封号斗罗，瞬间他的身体后退，开启自己的死亡领域。唐三也将自己的蓝银领域开启，直接领域对领域碰撞了过去。受伤的比比东在领域碰撞之后，立刻使出了死亡蛛皇状态下的第8魂技武魂分身。他的武魂分身与本体一模一样，就算是唐三也无法分辨。唐三使出自己更换魂环之后的第1魂技缠绕，比比东随即将自己的武魂切换为噬魂蛛皇，使出了自己的翡翠镰刀，一共8刀从不同的方向夹击唐三。面对比比东的攻击，唐三先是通过三叉戟进行大范围的精神震慑，然后使出了邪魔虎鲸左腿魂骨技能虎鲸碎牙斩，挡住了攻击他的光刃。短时间内2人可以说是谁也无法制服对方。战场上，天斗帝国和武魂帝国也进入了僵持的状态，直到唐家军再次出手，16万支弩箭同时爆发，而
武魂帝国的天使军团和圣龙军团也终于上了第一战场。在唐家军第2轮弩箭装填的过程中，天使军团的飞行魂圣出场了。这些飞行魂圣全都施展出自己的武魂真身，想要杀进唐家军阵中。就在这时，与比比东对战的唐三大喊小五，与唐三心意相通的小五立刻就明白了唐三的意思。小五瞬移脱离战场之后，右手甩出一点红光，朝着空中那70-80名飞行魂圣中心位置而去。看着小五甩出的东西，唐三眼中充满了狂热。那一点红光就是唐三前世耗费了自己全部心力研究出来的佛怒唐莲。佛怒唐莲飞到魂圣们上方的位置，突然向下坠落。在比比东的警示下，其中一名控制系魂师用极为柔和的魂力将佛怒唐莲挡住。如果没有唐三在场，佛怒唐莲可能真的就被挡下了。但在唐三的催动下，佛怒唐莲瞬间爆发，一团金红色的龙卷悄然扩散。半空中一共76名释放了武魂真身的飞行魂圣全都没有了动静。这一幕就连唐三也没有想到，他原先是打算用佛怒唐莲破开他们的武魂真身，想要拖延这些魂圣的行动，但佛怒唐莲的效果实在太好，一下子就将他们全都解决了。而这时唐家军的第2轮弩箭也开始发射，天斗帝国的士气越来越高，疯狂地发起了冲锋。而唐家军在完成3轮发射之后，立刻飞过城头，快速撤退。就在武魂帝国的魂师和士兵们即将支撑不下去的时候，嘉陵关后方突然传来长啸。正与比比东战斗的唐三听到声音顿时就不好了，因为武魂帝国的后援来了。前来增援的是武魂殿的供奉们，一共来了6个。而唐三在愣了一下之后，立马决定要在他们到来之前解决掉比比东。只要比比东一死，之后的战争也会更容易一些。唐三发动缠绕、寄生2个魂技，在比比东停顿了一下的时候，唐三将三叉戟朝着比比东攻击，开启了重力控制作用下的三叉戟发出的光笼罩住比比东时，比比东终于使出了自己最后的底牌。他等这个机会已经等了很久，这一击是他早就已经计划好的。比比东有一块魂骨，技能类似于奥斯卡的镜像魂骨，不过他的魂骨复制的是魂技。比比东耗费了自己的全部力量，复制了这个魂技到他的分身上，他的本体和分身同时发动身体魂骨技能，分身复制过去的技能攻击与本体攻击的威力一模一样。这2道攻击，一道是攻向唐三右手中的海神三叉戟，另一道则是攻向唐三本体。比比东早已看出唐三对海神三叉戟的依赖，也看出了这是一柄真正的神器，以他目前的层次是不可能毁灭神器的，但却可以暂时压制住他。只要他将海神三叉戟暂时压制住，再发动自己全力以赴的一击，唐三根本无法抵挡。但比比东却再次失望了，原本应该攻击唐三的红光却直奔天空而去，消失不见。比比东不愿相信这耗费自己所有力量的一击如此不堪，实际上唐三就是故意露出破绽，引诱比比东拼命。在比比东看来，唐三的强势攻击是想要他命，实际上唐三是在全力防御。海神三叉戟也的确被比比东的魂骨攻击压制了，但唐三最不缺的就是魂骨技能。他发动了自己的蓝银邪魔镜之灭，将魂技能量全部集中在比比东攻击的位置，形成了一个角度朝着斜上方的水晶平面，将攻击转化。同时海神三叉戟也挣脱了红光的束缚，化解了比比东的攻击余波。比比东发出这一击之后非常虚弱，灵魂创伤加深，精神力濒临崩溃，分身也无法维持住，与本体合为了一体。唐三只是受了轻伤，他一鼓作气将海神三叉戟锁定比比东。眼看唐三就要得手的时候，胡列娜突然扑了上来，从正面抱住了比比东。而唐三看到胡列娜的身影，下意识地将身体微侧，海神三叉戟在胡列娜的右臂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血痕。这一击没能成功杀掉比比东，唐三想要再次出手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武魂殿的救援已经到了。6个人有3个人直奔唐三和比比东而来。唐三眼睁睁地看着比比东和胡列娜被救走，却别无他法，因为此时他正面临武魂殿2位魂力高达96级的供奉合力攻击。今天兜兜就先讲到这里了，感觉我讲起剧情来有点拖拉，讲到现在还没有讲到唐昊出场，下期一定会出场的。如果喜欢兜兜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